其实我们伴随着新冠肺炎从2019年一直到现在，其实已经好多年的时间。然后这新冠肺炎其实它已经变成一个比较流感化，但是还是有一些我们说的变化或突变或变异，其实很令人注意。我举今年夏天做举例好了，其实我们过去都比较担心这个新冠发生在冬天，或者是这个比较天冷的时候。然而今年的新冠竟然在夏天有一波高峰，我自己的门诊就包括我们的护理师，很多的病人陆续都确诊。那我相信急诊室医师是第一线的医生，一定会更有这种感觉。对啊，像我最近的话，其实我们从年初可以看到，就是新冠，然后梅将军，然后流感一直在那边比来比去，这周谁多，这周谁多。但是最近这个月就不是了，最近这个月就新冠就冲到最前面。哇！我大概如果10个病人的话，我大概2个以上是确诊。哇！对，那所以就是在急诊的话，就会觉得怎么会这么多，而且很多的病人都不会有发烧，不一定有发烧，所以症状开始在改变。症状开始在改变，那所以会来的急诊通常都是比较重症，或者是老人家或者是小孩。那可是其实就忘了中间这个族群才是有可能把病毒带回家的人。然后就像青壮年人，有些还在上班，自己觉得自己感冒或者确诊，还是可以出去工作的人。对，然后所以他们这些人也没有去验，所以也许比我说的10个里面有2个以上还要更多。然后疾管就统计一个数字，在7月中的时候，可能的确诊人数会到12万人，所以其实真的，他是说整个夏天可能会高达150万人确诊。所以在今年夏天，其实新冠大家可能对这个名字很熟，但是已经觉得已经很习惯了，还是要特别小心。那除了新冠以外，其实像田医师讲，我很有感因为其实自从这个我们开始不用戴口罩后，大家其实会陆续因为流感、因为梅将军、因为各种的病毒感染，那这些所有的所谓的呼吸道或病毒感染，很常会有个共通的症状叫做咳嗽。那这种咳嗽症状，如果我今天出现的时候，有什么样我可能要去思考的原因，是可能会造成慢性咳嗽。是，就是所有的感染都有可能造成慢性咳嗽，所以有一些病人他们来急诊，他说因为我上个月得了肺炎，因为我上个月得了梅将军，然后我一直咳到现在。那其实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只要是刺激我们肺部或是刺激我们喉头的都有可能。比如说像是鼻涕倒流啊，鼻涕倒流，其实很简单，你只要把嘴巴打开，你就看到后面有2条黄黄的鼻涕或者黄黄的水在那边往下流的话，田医师讲的不夸张，因为我们真的在看鼻涕倒流，我们就会请病人把嘴巴打开，把我们的那个压舌板压下去，看得到我们的后咽，然后后咽就会看到就是2条，有些人会很多就粘在上面，这个就是所谓的鼻涕倒流。那因为鼻涕倒流它其实也会影响我们的呼吸道，所以就会产生也是像咳嗽的症状。对，那再来就是很多人有气喘的问题，那这些气喘可以是先天的，也可以是后天的。那后天的就是他可能曾经被感染过，那再来就是胃食道逆流，这个其实非常非常的常见，而且很多人就是甚至超过月以上的这样的症状，然后他一直以为是感染的关系，或者以为自己是呼吸道症状，对，或者以为是因为我上次感染新冠到现在，然后以为自己是长新冠，对，可是其实是火烧心。那这个很常见，是在睡觉的时候，尤其是你吃太多食物会造成你胃酸逆流的时候，你只要躺平下来的话，我们的胃酸一冲上来到喉头这边，你就会想要咳嗽了。对，但是还是要特别小心因为其实慢性咳嗽还是有比较少的比例，但是是有的，它可能是所谓的肺癌。那讲到新冠其实还要特别提醒是说，虽然比例很少，但是有一些人会出现一些多重系统发炎的症状。是对，因为我们只要所有的感染，应该不是只有新冠，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很新的东西，所以我们就会一直想要去关注它。只要是任何的感染的疾病，都有可能会去刺激我们的全身的免疫系统，然后甚至会造成一些错乱，然后而去攻击我们身上所有的重要的器官。那我们当然最怕的就是比如说像是我们的心肌开始发炎，心脏发炎。对，那其实不是只有新冠肺炎会造成心肌炎，那像我们最常见的流感，所以我们流感每年我们一定会叫大家一定要打疫苗，对，因为流感它的死亡率、它的重症率其实是比新冠还要高的，而且流感的重症其实就是心肌炎、脑部的发炎跟一些肺部的发炎，所以其实这个名词并不是只有新冠专属，而是很多的病毒转成重症的时候也可能会出现。但是其实要特别留意一下，我们都知道肥胖的人，真的，当然你的并发症会多，没有想到其实如果你是身体健康的人，或者是你是青壮年人，其实也有可能会罹患这个 Miss A。是因为尤其是身体健康的人，因为你过度的运动，其实你也是在过度的去
使用你全身的细胞。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在没有休息的状态下，还是可能会刺激你的免疫反应，然后造成一些就是自己免疫的发炎的感觉。对，那特别要留意其实它会有一些小小的前兆，大概是在你确诊后2到12周之内会发现。例如说，你可能会出现发烧，那这个发烧感觉我也没有其他感冒症状，怎么会发烧？另外会有一些黏膜的问题，眼睛的黏膜或嘴巴黏膜都可能出现问题。那其实新冠当然我们都知道流感化，但是如果今天它是个已经有慢性疾病，你年长或是你一直不断的感染，还是要特别留意几大并发症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我比较常见的啦是心脏，刚刚提到心脏问题、肺部问题跟神经问题。那田医师，你现在在看到的急诊室病患，你怎么看待这些并发症？我最常见的还是老人家。对，而且我最近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台湾现在就护理师人力缺乏，对，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现在也没有为了要新冠这件事情来做隔离病房或是分流，没有去做区隔跟隔离了。对，没有对。但是现在的不是因为它变得严重，而是因为我们现在得到的人变多了。那得到人变多，是不是重症的人就会变多？对，因为分母变多，分子就变多。对，没错。所以现在重症的，然后需要住院的，尤其是老人家也变多了。还有另外一个族群是比较心疼的，就是小孩，1岁以下的小孩。对，所以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勤洗手、戴口罩。只要你有呼吸道的症状，我们先不管你不一定是新冠肺炎，但是只要有呼吸道的症状，拜托还是戴口罩跟洗手，保护你自己，也保护你爱的家人。不过这边我想追问一下，田医师，你刚刚一直说的是年长者，对，以你的观察上来讲的话，有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时间区隔，可以让观众朋友知道说，超过这个年纪以上，其实你就真的开始已经进入了所谓危险区域里头？其实很简单啊，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要打肺炎链球菌疫苗？65岁。对，我们就用65岁。所以其实就跟我们的统计一样，65岁以上，其实你真的很多的这个并发症风险其实都会大幅度的增高。但是如果你是肥胖的，或者是你很早就有3高的，或者有其他慢性病，对，那你就要再往下。所以你的年龄层就可能会提早。也就是说，其实新冠算是一个流感化，但是它对于多数的人来讲我们其实只要做好勤洗手、戴口罩、多休息，其实是 OK 的。不过，如果假设你是在刚刚田医师提到的这些危险族群中，我觉得你在密闭空间，你戴好口罩是很重要的。那然而，其实新冠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是，它好像会造成血栓的风险上升。那血栓这个名词，大家比较少听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或者是它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其实血栓并不是直接的跟新冠连在一起。对，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在讲以前我们在学校常学的，对，就是3个很重要的原因。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血管如果受到损伤，就像你的家里的水管。我们浇化的那个水管，如果里面藏了污垢的话，对，水是不是就不通了，或者甚至你折到了，几乎就不通了，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如果假设发炎，那个血栓发生率就会上升了。是，对，这第一个。第二个，水管受伤。第二个就是你本来就这个水管本来就很脏，很容易产生污垢，那它就会产生血栓。那什么样叫做很脏？对，什么样体质的人叫做很脏？比如说我们有3高，或者是你先天基因上有异常，有些凝血问题的人，对，凝血问题的人，那这些人就很容易产生。那第3个就是你水管打开了之后，结果你把水关掉了，它是不是就不流通了？对。那里面的脏东西就开始长起来了，对不对？对，那就会对。那这个什么时候最不会动呢？就是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住院的时候，久坐啦、久躺啦，你整个人就想说我病恹恹的不想起来活动，其实就可能会提升血栓的风险。是，但是要特别留意，其实血栓还有静脉跟动脉栓塞，所以代表是血栓它不是一个器官，它是在全身到处运作。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讲到了很多跟新冠有关的最新的一个知识因为今天特别请到田医师来，就是要跟大家呼吁说，其实这个新冠虽然已经流感化，但是还是有很多潜在风险，尤其是刚刚提到的年长者啦、慢性疾病的人，所以大家还是不要轻忽这一波的感染哦。大家好，我是健康主播郑凯云。喜欢我们的影片呢，欢迎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另外很重要哦，在底下有个超级感谢，可以按下去表达对我们的支持。